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9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谈共和党刚刚闭幕的，开了这么一个礼拜的共和党的代表大会。可以讲，整个代表大会是精彩纷呈啊！在大会闭幕的最后一天，那么川普总统也好，科顿参议员也好，包括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都分别出场，然后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周四晚上，特朗普总统再次重申了一个他在2016年党代会讲话以及2017年就职演说上提到的主题。This election will decide whether we save the American dream.Or whether we allow a socialist agenda to demolish our cherished destiny. 伊万卡·特朗普介绍他的父亲出场，他的那些成年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发表了讲话。Tonight, I stand before you as the proud daughter of the people's president. Joe Biden is weak. He takes his marching orders from liberal hypocrites.Who drive their cities into the ground while fleeing far from the scene of the wreckage. 所以呢，我们呢评述一下这个共和党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闭幕情况。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是要谈一下中国军方的有一个博士，也就是到美国来隐瞒了美国他的军人身份的，叫唐娟。曾经呢被 FBI 在抓捕之前呢逃到了旧金山总领事馆的这个唐娟，昨天呢被保释了，被一个神秘的华人律师用自己的房产抵押把它保释出来。那么唐娟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放在我们节目里面后半段我来给大家做介绍。那么先谈共和党的这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情况。川普总统呢在整个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他和他的太太正式接受了共和党的提名，然后呢他发表了他自己激情洋溢的讲话。这个共和党大会呢在美国呢形成的关注呢远远超过民主党的代表大会，这种关注的规模，无论是电视上的统计还是网络上的统计，共和党的这个收视率都高于民主党。那么本次大会上面，川普总统又明确提出了中国的议题。对中国的议题，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无论是频度、深度和广度，都和民主党大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讲，川普总统的讲话里面突出了一个核心，就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成为川普总统呢他施政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实现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这是川普总统在他执政今后的这个下一个任期，他执政在外交领域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川普总统在演讲里面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新冠病毒给美国造成的影响，他把这个新冠病毒呢直接是指称为中国病毒。他指出中国的这场病毒是一个百年一遇的一个大流行的一个蔓延全球的一个病毒灾难。这个病毒灾难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美国几千万人的下岗，造成了美国在整个这个病毒到来之前，美国最好的经济状态，然后呢被它呢彻底的打破。同时呢，美国呢已经有18万人死亡，这是呢川普总统认为整个病毒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损伤。同时，川普总统也一再强调，他对中国呢是采取了很多强硬的措施的。他说，华盛顿这些圈子里面，尤其是这些政治正确的圈子里面的人，都要求川普总统不要对抗中国。他们甚至恳求川普让中国继续偷走我们的工作，剥削我们，肆无忌惮地侵吞我们的国家。这是川普的讲话。他说，我遵守对美国人民的诺言，我们对中国采取了美国历史上最强硬、最大胆、最有力、最猛烈的行动。We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Return to the higher standard. We will make America proud again. A land of freedom of speech, of worship.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 land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 land of greatness. 这是川普在讲话里面反复强调他对中共的这个打击迎头痛击，也就是中国的瘟疫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嘛。那么同时，中国跟美国多年来的这个贸易都让美国呢，川普总统感觉到吃了很多亏，所以在跟中国贸易谈判的同时，川普总统试图纠正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同时要杜绝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制美国技术转让，而且对美国多项技术进行骇客，并且呢，他们承诺的 WTO 早就承诺的向美国开放的金融市场呢，根本就没有开放。
然后呢，是中国政府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补贴呢，造成了美国在国际上面的竞争，被中国这个盗版占据了先机。所以说呢，川普总统对中共呢本身拿走美国的那么多就业，拿走美国的那么多知识产权，盗窃美国的科技产品，而且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他本身就很不满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川普总统他也对他的竞争对手拜登给了全方位的批评。他认为拜登的立场就是中国问题的立场，他明确指出，拜登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且是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灾难。他指出，拜登从政47年，这个拜登从政的47年，恰好就是中国崛起的这么47年，中美之间建交的40年，拜登实际上都是参与其中的。拜登作为一个从政47年的一个政治家，而且在白宫还担任过8年的副总统，他没有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他把很多美国的利益都出让给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有拜登和民主党这些人积极支持中国崛起的重大因素。如果说是拜登当选，那么拜登将会把美国的工作再转移到中国去，失去的是美国人的就业。拜登的议程就是中国制造。如果拜登当选，中国将拥有我们美国。这是川普总统他在演讲里面一再强调，如果拜登当选，那么毫无疑问来讲，美国即将变成中国。而且他明确就说，我有绝对可靠的情报来源，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就是支持拜登，中国就是希望拜登当选。这是川普他在拜登的问题上，在中国的问题上，他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本周的共和党大会上，中国议题被频繁提起，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被写入施政重点，多位官员也重申共和党的强硬姿态。特朗普在周四晚的讲话中也强调，他的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最强硬、最大胆、最有力、最有效的行动，并且将继续对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让制造业工作回归美国。We're taking our business out of China. We are bringing it home. Joe Biden's agenda is made in China. My agenda is made in the USA. 特朗普批评民主党人拜登的政策过于软弱，并称中国希望拜登当选。如果拜登入主白宫，中国将拥有美国。2020大选年对中国议题的讨论，无论从频度、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讲，都是4年之前无法相比的。上个月，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发布了一份民调报告，结果显示83%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个比例在民主党人中稍低一些，但是也达到了68%。两个数字近4年来一路攀升，今年创下历史新高。的确，在过去近4年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将应对中国的威胁系统化，并且实现了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型。因为川普总统已经完全认识到，整个今年大选实际上就是美国制度和社会主义的一个竞争，也就是民主党试图把美国演变成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毫无疑问来讲，中共它经过长期渗透以后，在跟中共的勾兑以后，美国即将它的制度要改变颜色。所以川普呢，他很认真，他就说本次选举实际上是拯救我们美国梦，是允许社会主义摧毁我们现在真实的这个命运，还是说我们通过选举捍卫美国的生活方式？它是允许民主党在美国造成一场激进的运动，彻底的摧毁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还是我们捍卫我们先父们所给美国所指明的自由主义的方向？这是川普明确地认识到美国制度正在进行考验。所以说，川普在整个通篇的演讲中，除了批驳中国、批驳拜登跟中国勾兑，也同时深刻地意识到，现在民主党在美国发起的就是一个破坏美国现有社会制度，然后把美国向社会主义、向委内瑞拉、向中国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不要认为川普讲的这个好像是言过其实，其实川普讲的社会主义正在摧毁美国的制度，这一点在今年这个所谓安提法操纵的这个黑命贵运动中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就包括这次共和党在白宫召开的这个代表大会，很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散会后回到他们旅馆的路途中，都不断的有那些黑命贵的安提法的人员对他们进行骚扰，那种骚扰的程度和他们那种狂妄的这个嚎叫，就是现代版的红卫兵。Sir, are you just getting back from the president's RMT speech? Answer the fucking question! Fuck! Mr. Age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killing of black individ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Mr. Age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killing of black individua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Mr. Age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killing of black men in America? Black women?
black individuals in America? Mr. Age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killing of black individ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Mr. Ager, how do you feel about police brutality? Excuse me. Oops.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killing of black individuals in America? Put your hands on me again, I'll fuck you up. Put your hands on me again and I'll fuck you up. Hands on me again and I'll fuck you up. Bitch, what? Hands on me. 你可以看看当时中国的红卫兵也就是这个状态，而中国的红卫兵仅仅是喊喊口号，拥护一下伟大领袖，而美国的这些黑命贵的这些激进分子，很多人身上是带有武器的。你从这些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参议员和他的妻子在参加完白宫举行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代表大会，然后往自己旅馆回到自己酒店的路上，遭到一帮人对他们的攻击和骚扰。另外2个参会代表也受到这帮人不断的追踪和不断的攻击。你从这些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出美国的社会制度被破坏到什么样。为什么这些民主党支持的这些狂热分子，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他们可以无端的攻击人家正在回到自己酒店的路上的人？政治观念可以不同，但是能不能人身攻击，能不能对别人嚎叫，能不能对别人做出这种侵犯的行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在被破坏得很厉害。如果拜登当选，那么美国就会演变成一个类似于中国文革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黑命贵、安提法这样的人，他们这个打砸抢烧就会蔓延到美国全境。那么为什么这些安提法操纵的这些黑命贵的这些支持者、拥护者那么猖獗呢？主要就是这帮人呢，他们认为民主党的大佬支持他们，奥巴马也好，拜登也好，希拉里也好，南希·佩洛西也好，通通支持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往死里面折腾。但是你折腾的结果就是让美国普通的民众最终看清了这个折腾的后果啊！所以说越折腾，民主党的支持者呢就越看得清。你像拜登这样的政客，他从政有47年，他担任副总统就是8年，但是他自己一事无成，他把美国存在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川普总统。川普到白宫执政一共年第1届都没做完，4年都不到，那么你凭什么把美国积累的那么多矛盾都归结到川普头上呢？那么他们支持的这个黑命贵、这个安提法操纵的这个席卷全美国各州的这种暴乱活动，这个打砸抢烧的活动，给美国普通的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啊！彭斯昨天到明里苏达州，他不但受到了沿途群众对他的热烈欢迎，还收到了6名民主党的市长联名倒戈支持川普的信。明里苏达州是民主党的重镇。2016年川普总统和希拉里竞争的时候，川普总统就没有赢下他，是希拉里赢得了这个州。但是在经历了黑命贵、打砸抢烧的文革式的洗礼之后，今天呢，6个民主党籍的市长公开发表声明，放弃原本党派，改为支持川普和彭斯副总统继续执政4年。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要对这些黑命贵的这些人喊一声，请你们加油吧！在整个这次共和党闭幕大会上面，美国有很多重量级的参议员都发表了自己的演讲，其中年轻的参议员科顿，他在共和党的大会上的发言非常的精彩。他说中共释放了病毒，他揭露了拜登帮助中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崛起。他明确说到，拜登从政47年，其实就是跟中共勾兑了40多年。无论是他主持的各种和中国签订的贸易协议，还是他允许芬太尼对美国的进口，然后对美国的年轻人造成的伤害，这些都是川普总统在他就任之后来坚决的抵抗中共，然后再阻止了中共对美国继续的伤害。And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 is no comparison. Joe Biden aided and abetted China's rise for 50 years with terrible trade deals that closed our factories and laid off our workers. President Trump stands up to China's cheating and stealing and lying. Joe Biden allowed Chinese fentanyl to flood across our southern border. President Trump sanctioned Chinese drug dealers for poisoning our kids. Joe Biden said Chinese communists aren't even our competitor, aren't bad folks.
just months before they unleash this plague on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is clear-eyed about the Chinese threat, and he is making China pay. But China's not giving up. In fact, they're rooting for Joe Biden. America's other enemies won't give up either. But Joe Biden would be as wrong and weak over the next 4 years as he has been for the last 50. We need a president who stands up for America, not one who takes a knee. A strong and proud America is a safe America, safe from our enemies and safe from war. No one who's seen the face of war desires to see it again. Too many of our fellow Americans are already honored at the hallowed grounds of Arlington. But if we want peace, we must be strong. Weakness is provocative. President Trump's strength has kept us out of war. Joe Biden won't stand up for America. Donald Trump will. So this November, let's stand with the president and vote to keep America great. 这是科登参议员他自己对拜登的认识，对中共的认识，对美国川普总统寄予的厚望，对美国川普总统赢得大选以后给美国开辟一个新的正确的方向，他寄予的他的一个期待。那么在最后一天民主党大会上面呢，第一公主伊万卡出场了。可以讲，川普总统几个儿女啊都非常有水平。他的大儿子小川普，他的小儿子埃里克，他的二女儿蒂凡尼前几天都做过了发言。但是呢，他的儿子女儿的发言虽然都很精彩，他们跟伊万卡比呢还是有差距的。因为伊万卡的口才相当好，伊万卡的发言可以讲语惊四座。因为呢，美国这个第一公主呢不但美丽动人，而且呢她口才相当的好。她本人呢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的，所以她有非常好的学识功底和她自己的演讲技巧。他在他的演讲里面说，我父亲来到华盛顿只有一个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我父亲没有改变，但是华盛顿已经改变了。你们在座的所有辛苦工作的美国人民，都是我父亲参选的唯一原因，也是支持我父亲能够连续再做4年的根本原因。所以伊万卡的发言是赢得全场的掌声，场上的观众全部起立给他鼓掌，包括他几个兄弟姐妹都热烈的给他鼓掌。But Donald Trump did not come to Washington to win praise from the Beltway elites. Donald Trump came to Washington for one reason and one reason alone: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 hardworking men and women across America and here tonight, you are the reason my father fights with all of his heart and all of his might. You are the reason he ran for presiden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you are the reason he is going to keep fighting for 4 more years. So 所以伊万卡的水平是相当好的，为他父亲的竞争是绝对加分加彩的。唯一遗憾的就是呢，伊万卡在演讲过程中呢，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因为呢，伊万卡呢，我觉得他对中国呢，他还有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因为中国对于他来讲，除了有生意，还有邓文迪嘛。所以说，伊万卡他整个的演讲虽然讲得非常精彩，但是他一处都没有提到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好，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那么也就是关于唐娟的保释。唐娟这个人呢，我在我过去的节目里面已经有好几期都谈到过他。他是中共军方的一个人员，那么到美国时候向美国隐瞒了他军方的身份。那么最终唐娟呢，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戴维斯学校里面呢读书的这个过程中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去调查。在联邦调查局找他谈话之后，他呢就跑到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那么当时总领事馆是完全对他进行一个收留和隐藏的。但是被美国在追要这个人的时候，旧金山总领事馆感到了压力。这个压力呢，主要来自于美国呢关闭了休斯顿总领事馆。那么休斯顿总领事馆被关闭以后，旧金山总领事馆就生怕因为唐娟的事情导致美国对旧金山总领事馆整个馆全部关闭，有这种风险之后，他们最终呢就把唐娟呢以让他去治病到医院里面看病为名呢，让他从这个领事馆里面就出来了。那么唐娟从领事馆里面出来了以后呢，毫无疑问来讲就被美国 FBI 就抓捕了。抓捕以后就把他关押在联邦监狱设在加州首府的萨克拉门托的联邦监狱里面。当时呢，法官呢是认为他有潜逃的风险，
绝对不会给他保释，因为他的这个签证欺诈呢，涉及到10年左右的有期徒刑，而且呢要罚款25万美元。那么像唐娟这样的，当时同时被美国 FBI 已经抓捕的中国军方人员，当时有4个，唐娟是最后一个，这是媒体公开报道出来的。那没报道的我还不清楚，报道的这4个，唐娟是这4个里面最后一个被抓的。在他这个之前呢，有一个呢从洛杉矶机场被抓捕的一个加州大学的叫王鑫，中共军方的一个少校军衔的一个研究员。那么除了王鑫之外，还有个国防科技大学的赵凯凯。这2个人是先后被抓，紧接着就抓了一个叫宋琛，宋琛也是在旧金山被抓的，宋琛也是个女的军官，她呢也是隐瞒了美国她自己呢军人的身份。唐娟是第4个被抓，那么这4个人呢都分别呢被关押在美国不同的监狱里面。那么唐娟呢是关押在萨克拉门托的这个联邦的这个监狱里面，当时呢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都觉得绝对不能给他保释，因为他本身就是藏在旧金山总领事馆里面的嘛。但是非常蹊跷的就是呢，就是在昨天，也就是礼拜5，唐娟得到了保释。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突然冒出来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律师，叫 C 先生。这个人呢，他的名字没有公布，法庭呢只用 ABCD 的西呢来称呼他，叫西先生。这个西先生以华人律师的身份突然冒出来说，他来向法院提出愿意呢用他自己一个50万美元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来保释唐娟。而这个西先生呢，过去呢跟唐娟呢是完全素不相识。那么这个保释金由这个素不相识的 C 先生来出的话，当时法官呢就感觉到十分的震惊。法官就问：你凭什么跟他素未谋面，从不认识？你凭什么来担保他？你担保他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位西先生呢，他就提到呢，说他自己当初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中西部，最终获得了美国国籍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在这个期间是得到了华裔社区对他的帮助，所以呢，他表示他一直要教导他的孩子，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要给别人帮助。那么根据他的这个要求呢，联邦检察官叫海科科波拉，他是坚决反对保释的。他警告法庭就说，如果唐娟被保释，绝对没有哪一种能力能够阻止他回到中国，因为大使馆会帮助他，而且唐娟的母亲、她的女儿、她的丈夫都已经离开美国，保释他对于法庭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和冒险。这是唐娟起初他的美国联邦的检察官坚决反对给他的保释，但是决定权呢是在法官手上。负责审理唐娟案件的美国法官柳曼表示，他对西先生愿意对一个从未谋面的素不相识的人押上自己所有的身价表示一种震惊。他觉得呢，这可能确实是这个人有爱心。这个法官是这么认为啊，他感觉到很震惊，他觉得这种帮助呢很无私。但是呢，他认为呢，这个50万的保释金不够，至少呢要达到75万美元。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这个西先生呢从来没有见过唐娟，但是他本人呢是声泪俱下的向法官解释说，他移民过程中呢得到了华裔社区的帮助，他这么做呢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女呢树立一个榜样。同时呢，他就说他的家里面呢有妻子有孩子，唐娟如果住到他家里面，他有足够的房间、足够的空间呢供唐娟居住。因为唐娟如果得到保释的话呢，唐娟是需要24小时住在这个西先生家里面的，除了法庭批准的原因之外，唐娟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这个西先生家。那么西先生这种保释呢，对于法官来讲感觉到很意外，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自己的身价、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来保释唐娟。但是这个西先生究竟受什么部门指派，是不是跟中共有关系？现在法庭呢是感觉到很疑惑的。法庭是当场问他，你有没有跟中国政府有联系？西先生一口回绝，跟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你跟中国大使馆有没有关系？西先生也讲没有关系，不受中国政府、中国政党、中国大使馆任何人的指派，他跟他们之间都没有联系。这个西先生就明确是这样讲。法官就说，你要对你讲的话要负全部责任的。也就是这个西先生，如果他撒了谎，他是中国政府指派、中国大使馆指派、中国军方安排什么人员跟他联系，然后他受人操纵来做这件事的话，那么最终不但是唐娟不能得到保释，他也得进监狱，而且他的保释金也会被扣押。那么他如果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华人献爱心，这个爱心献到唐娟身上，我们也觉得非常蹊跷。因为我可以讲，绝大部分华人看到这个消息
都会认为这个75万保释金啊，对于这个习先生那么轻易就能做到，因为他一开始是用房产抵押，房产只值50万嘛，同时还要在第2天就要交25万的现金，这个钱哪来呢？他怎么会那么快就能凑到呢？又跟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中国的秘密组织，没有军方，没有政府，没有大使馆给他帮助，完全是他自己出于个人献爱心的方式来拿到这75万美元来保释唐娟。他个人的爱心固然可嘉，但是这个里面跟共产党、跟中国政府、跟中国军方有什么内在联系，只有他自己知道。法庭现在已经把情况给他说明了，如果你是隐瞒，那么不但是唐娟不能得到保释，而你本人也会受到美国法律的惩罚。那么唐娟这个人就不是一般的人，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去保释唐娟啊？跟唐娟前后脚抓的，我刚才举例子已经讲有4个军方人士，这是公开披露的，赵凯凯、王兴、宋琛加上唐娟。为什么唐娟就要把它保释出来，别人就不保释呢？唐娟就那么重要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唐娟可能确实比较重要，因为唐娟是可以一个人到了旧金山总领事馆，总领事馆立即就可以把它隐藏在总领事馆里面进行安置的。显然唐娟比别人要重要嘛。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了，既然唐娟比别人重要的多，法官怎么会允许这么一个对中共那么重要的人物，随随便便就让一个所谓素不相识的人就来保释呢？这个人跟唐娟真的是素不相识吗？从他们本人来讲，肯定是没有见过面，但是背后如果没有人指使，背后没有人操纵，让这个人，让这么一个华人律师，就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被美国在押的一个重要的案犯，一个军方人员，隐瞒美国签证欺诈，按照美国的法律，一旦定罪，就会被处以10年有期徒刑、25万美元罚款的这么一个嫌疑人，你去保释，这个里面难道真的就那么简单？就是因为你要回馈华人社区吗？你回馈的华人社区和唐娟又有多少关系呢？所以在这种问题上面都是一个疑问。因为美国可以讲抓捕中国军方的人员现在非常非常多，就是昨天一天就先后抓捕了2名跟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学者，一个是司法部公布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研究员，住在洛杉矶阿罕布拉，今年只有29岁的，名字叫关磊的。这个人他涉嫌销毁了一个硬盘，他销毁硬盘以后，然后他试图在昨天乘飞机回中国的时候被 FBI 拦截，然后他拒绝 FBI 检查他的电脑。那么最终 FBI 不但是检查了他的电脑，而且是把他给他销毁的那个硬盘把他起获了。现在这个关磊已经被司法部正式起诉，因为关磊他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就是中国军方的研究人员。在关磊被抓的当天，也抓捕了一个在弗吉尼亚做研究工作的一个中国的研究人员，叫胡海洲。这个胡海洲他也是为中国军方工作，为中国空军军方提供资金的一个研究室在工作。这个胡海洲昨天也在芝加哥被抓捕。所以说美国最近抓捕的中国的军方人员很多，那么昨天一天就抓捕了2个，加上唐娟他们前面抓捕的那4个，现在我们知道的就已经有6个是军方人员隐瞒他们的签证，隐瞒他们的身份，在美国先后被美国 FBI 抓捕的。那么唐娟现在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保释出来，这个里面究竟有什么阴谋，涉及到哪一级部门？他这个里面真的是这个所谓华人律师他在献爱心？我相信美国 FBI 一定会把这个 C 先生他个人和他家族的背景，以及他本人在做这件事时候是否受到某一个组织的指派，都会给他查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这个 C 先生他敢在美国以身试法，那么最终等待的不仅仅是唐娟要在联邦监狱里面度过他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那么这个 C 先生也会赌上他自己今后在美国的前程。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